既然大家来，肯定有情况要向我们反映。那么，你们选出几个代表，咱们进去坐下来谈谈，好不好？你们放心吧，警方不会扣留你们进去谈话的人的。我叫刘斌，是咱们市局的副局长，我敢保证，把你们进去谈话的人安全的送出来。刘局长啊，求求你帮帮我们呐！进去，起来，来，求你帮帮我们吧！来，咱们进来，来。老鬼的事儿有线索了，有一个大金食品有限公司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大金食品有限公司呢，董事长叫崔天，他有个弟弟叫崔凯。他们的父亲早年间专门替人私宰生猪贩卖。哥哥崔天开的公司，弟弟崔凯从小好勇斗狠，结交地痞流氓，靠武力威胁，帮助哥哥把附近各县的生猪收购业务垄断了过来。如今这个大金公司已经发展成为本市最大的生猪供应商。行啊你，都这么多年了，这刀还没削。您这比我了解的都清楚。我所关心的是凯恩背后的目的，我怎么想也想不明白。这老鬼应该跟他们没有任何关系，也不可能发生什么矛盾。这话可别这么说。黑道上的事儿，咱不可能全知。现在谁在查这个案子？还是分局。不过我有一小徒弟在里面。抓到人第一时间通知我。我就这么一个孙子呀，就因为他不愿意压价把生猪卖给他们，就让他们活生生的拿刀给砍死了。还有公理没有啊？老婆，叫李月林过来一下。哦，刘局，你先听着吧，有些事情我一会儿再跟你说。李哥，你说他算什么东西？张嘴就敢骂我！新官上任3把火，搁谁身上也得蹦跶几下啊！李哥说的对，只要咱们不给他脸，他就没气。不，该给脸的时候还得给，不是为他，是为了全哥。要不然，人家都要说全哥手下这帮人啊，怎么这么没水平呢？啊？对，这很重要。咱们呢是一个集体嘛。放心吧，李哥，我们知道该怎么做。你们呀，把心就放在肚里吧。啊，他骚包不了几天，等全哥回来啊，哎，你们还记得当时方局上任的情景吗？那姓方的不比姓刘的软多少，不照样卷铺盖走人吗？哎，李哥，听说你们刑警支队都已经跟他打了好几架了。我是不愿意让他太下不来台，新人嘛，总得让人家慢慢适应。我接个电话。哎，李哥，全哥怎么突然跑外地休养去了？以前可没听说过他身体有毛病啊。你怀疑全哥是在装病啊？不是这个，外面有谣传，外面都在传，全哥这次去外地养病是假，真正原因啊，
什么？是因为有人跟全哥过不去，话说的有鼻子有眼，跟真的一样。你不会没听说过吧？你们刑警手里这么多线人。老肖啊，这话你也相信了啊？外面还传我被双规了呢，我不这不好好的坐在这儿吗？啊？是，总有人巴不得我们倒霉嘛。人家临县收购生猪，1斤6块8，哎，大金呢支出5块5，这我们1斤亏了1块3呢。那现在是市场价格自定，临县的价格高，你们为什么不卖给临县？卖啊，不过就得偷偷的卖，如果让他们知道了，1头猪最少要抽20块。哎，这还不算呢，以后啊，他们保准来找你的麻烦呢。什么麻烦？下一栏猪很可能就全都被别人给毒死。什么？投毒？是啊，你们有证据吗？没有，要什么证据啊？肯定就是那帮人干的。那是因为你们都没有养过猪，你们不知道。就算是发猪瘟，也不可能死得这么快，齐刷刷的一大片啊，挨个的倒下去。那不是投毒，还能因为什么呀？买一头幼猪就要花几十块钱，几十头幼猪一下就全都死掉了。你光死的猪苗这都好多了，我为了3个多月才让他们给毒死。哎，光饲料钱我一下投进去一大笔。哎，谁说我光死猪苗了？你们这些人都不算惨，我兄弟帮人看猪场，大白天的，一帮人拿着明晃晃的砍刀就来了，1分钱都不给，就把我的猪全部拖走了，我连拦都不敢拦啊！我的孙子就被砍死了，养的猪也挣不着钱了。太凶了，我跟你讲。肖哥，你坐啊，我出去一下。好。我现在就过去。我听了几位代表的投诉，我心情很沉重。也许会有人说，你们的处境比他们更惨。虽然大家情况不同，但可以大致归纳2条：一条，大家希望有一个公平交易的环境，而不是强买强卖；第2条，就是对刑事案件的处理的结果，大家不满意。我总结的对吧？既然大家认可，我做个保证，警方一定尽快的会对你们反映的问题进行处理，涉及到犯罪的，一定要把罪犯绳之于法。我刚调来滨江不久，也不是本地人，大家不用担心我会包庇谁。但是，我希望大家能给我一点时间，了解其落实地方的情况。我这么说，你们能接受吗？好。既然大家都同意，那么就散了吧。该回家的回家，该做生意的做生意，啊，大家都回去吧。好，这。谢谢刘局长，谢谢刘局长。老普啊，你好像不太满意啊。没有。别掩饰了，从头到尾你一句话没有。哦不，刚才对话的时候，你告诉我有话要跟我说。走，去你办公室。老普啊，还要写副稿。刘冰同志，我欣赏你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，尤其对你敢于直面矛盾、
冷静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。老婆，咱俩就不要说那个客套话了，啊！如果我没猜错，你应该对我刚才说我自己不是本地人，我不会包庇谁的这句话上有想法。群体背后的原因从来就没有单一的，我们在处理这种事情上，只能抓大放小，避免在具体问题上去纠缠。我不反对领导同志街访，大街访既是部里的要求，也是我们了解社情民意的一条途径。但是客观现实，往往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美好。你能不能说明白一点？那位老者说他孙子被打死的问题，据我掌握的情况，他的孙子是在与人争斗时被误伤而死。同时呢，他孙子也有伤人行为。你是老公安，应该清楚，两拨人打架出现死伤，双方都应该负有责任。谁说死人的一方就是正义的或被冤枉的？假如死的不是老者的孙子，而是对方的，那这位老者的孙子是不是会成为罪犯？老婆，我知道你想说什么，疑点、调查结论，案卷里全都有。我只是想说明一个事实：谁家死了人都不会善罢甘休，我们不能因为他是死者的家属就同情他。我们是执法者，我们应该置身度外，保持一个理智的心态。我之所以敢这么说，是因为这位老者不止一次来了，他上访过多次。老婆啊，你有点以偏概全。也许这个老者确实有问题，我也同意你的观点。不是说什么人都能跟你讲道理。你不能因为有人反复的上访，我们就产生厌恶甚至抵触情绪。刚才大家的意见你都听到了，强买强卖，武力胁迫，垄断市场，这正常吗？刘冰同志，我很欣赏你的正义感，但我要提醒你一句：中央和公安部有明确精神，警察不得介入经济纠纷，更不能随意动用强制措施。中央的精神和打击经济犯罪没有矛盾。当今民众法律意识都很强，双方发生争斗，都会指责对方违法，动不动就找警察上法院。可查下去你会发现，他们之间的历史恩怨、家族仇隙，甚至一个姓氏，都会成为一场械斗的原因。先生，你电话响了，电话响了，电话。啊，手机铃声不一样。喂，彤彤，我在手机店呢。我手机摔坏了。彤彤，不行不行，今天晚上我约了宋云一起吃饭，这次要不是他，哪能造出这么大的声势来？哎，彤彤，我跟你说，这次我因祸得福，有了个大收获。猜？啊？再一个。是张主任，他同意我报的选题了。今天晚上我就去采访。啊，那咱们明天再见吧。好，拜拜。马二宝，我是莫天。莫记者，二宝，这么快啊？哟，莫记者，换新手机了？啊，干我们这行啊，离不开手机，一天24小时都得开着。你还真是说话算话，这么快就找我了？啊哈，你怎么样了？手还疼不疼？手啊，你看，骨头没事儿。哎，明天我就打算把吊带给拆了。你看，嘿嘿。那我们现在去哪儿啊？先送我去趟报社，
然后晚上陪我去采访一个人。采访？又要去采访？你的手都受伤了，还要去采访啊？受伤就不采访了？你以为记者这么好当的？怎么样？感觉到压力了吧？彭市长，我认为，先别急于下结论。我提醒你一句，你面临的局面，远比你想象的要复杂得多，困难得多。是啊，你过去在打击黑恶势力方面做出了一些成绩，这既是你的优势，也是你的劣势。优势呢，是你过去的经验能给你带来更敏锐的嗅觉和判断力；劣势呢，是你现在的身份把你放在了明处，你的对手会对你更加重视和警惕。你面对的将是比过去更狡猾、更善于伪装，也是更加凶残的对手。现在的犯罪集团跟过去很大的不同，敌我阵营也没有过去那么分明。这就要你在工作中要谨慎小心，严守纪律，防止消息外露，给查案增加难度。同时呢，你还要充分的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。一句话，人民群众是我们共产党执政的基础，也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基石。只要是对人民群众有利的事情，你就放心大胆的去做。不管有什么阻力和困难，我和市委李书记都是你的坚强后盾和坚定的同盟军。走。关于肉霸，我的观点很明确：猪肉是中国百姓餐桌上的重要肉食，它是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健康和社会稳定的大事。因此不能把一些屠宰户和商户的过激行为简单的定性为经济纠纷，一定要彻底的查清查实问题所在。这不仅仅是给经营者一个满意的答复，也是给全市人民的一份答卷。是，我明白了，回去我就着手开始工作。哎，你等等，要不然，我听魏秘书讲，给你分的那套住房一直没搬。哦，我打算暂时先住在招待所。你这就不对了，共产党人不是苦行僧，必要的居住条件还是需要的。这招待所人员进出复杂，并不适合你。你再说招待所要讲经济核算呢，你一个局长住里面，人家怎么管你收钱呢？啊？机关事务管理局还要专门给市政府打报告，这不好啊！哎，别这那的啊，赶紧搬！只要你不住豪宅大别墅，你按月交房租就可以了啊。刘兵啊，廉洁是我们共产党干部应该遵守的底线，但可不是做表面功夫。我没有表面，还说不得你了啊！行了，快走吧，后面还有会呢。是，今晚就办。别老看我，好好开车。莫记者，你不是去采访吗？对啊。那你那个大包呢？什么包？就是上次我带你去工地，你背的那个大背包，那个摄影包，就是里头有好多镜头那个。哎，那个包在工地被砸坏了。不是每次采访都需要拍照片，实在要拍的话，这小玩意儿也能应付一下。你赶着去投胎呀！别急，咱又不赶时间，你也跑不过人家啊！
消消火，消消火。来，给你拍张照片。这开个好车有什么了不起的吗？哎呦哎呦，你看看兄弟，看看。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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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依照刘斌自己的承诺，2年的时间，他终于逐渐地把一个干净健康的农贸环境还给了广大市民。东西呢？你也别怕，反正人已经死了，就算那东西真的有，他也成了废物。你怎么知道他没把东西交代给别人？你们也太杯弓蛇影了吧？传出去就不怕让人笑掉大牙？你懂什么？别看老大平时很强势，其实心里也害怕。这些年想整他的人有多少？最后虽然他都赢了。但是越是这样，得罪人就越多。就像冬天过河，走在冰面上，说不定脚底下每块冰就会裂开。那东西到底是什么？不知道，就算知道我也不能告诉你，所以你也别问。田文达那笔数该结了吧？我知道，容我2天。找我的时候比猴还急，等事儿办完了，能拖就拖。你不至于吧？我什么时候欠过你的？不是我催你，抓紧办。行行，走啊。文正。尽量少给我打电话。怎么了？局里来了位新的领导，挺事儿的。怎么了？摄像机摔坏了？没有，不过这画质啊，实在是不敢恭维。人说书到用时方恨少，哎，单用这小玩意儿不觉得差，但是呢，用过单反机的人再用 DC 机，真是哭的心都有啊。那是，你说哪个开着大奔驰的人来开我们这个出租车，我保证他肯定得找棵树把自己给撞死。二王，真没发现？哎，你脑袋反应够快的了啊！哎，莫记者，你别说，要是我小时候好好的学习，说不定我也能当记者呢。二宝，你要是天天陪着我去采访，好好陪我干，哎，你就是最好的记者。是，你是莫大记者，我就是樊大记者了。樊大记者，莫大记者，我们2个都是大记者。小八，没什么急事儿，就等等吧。不是这么多都在这儿排队呢吗？刘局，要不我们上外环高速绕点路，但肯定不会堵。我不认路，你自己拿主意吧。哎，莫记者，我们今晚去采访谁啊？说了你也不知道。哎，你说说嘛，就当是聊聊天。你看路别看我，当心撞车。
什么慌啊？开个好车有什么了不起的吗？流氓！你个臭流氓！隧道里面不许超车，你不知道啊？别急，好好开车，当心出事儿。哎，怎么回事？出车祸了？像？我看着也不像。你看，好多人呢。啊！快！太壮观了！太不灵光了！要是我的无敌马克图拍出来了，绝对是重磅新闻。你差点害死我，知道吗？二宝，你怎么了？二宝，二宝。出什么事了？哎，岳林，出什么事了？刘冰同志，你回来的正好。出什么事了？我刚才看到李岳林带着一帮人急急速速出去了。马冲隧道发生枪案，我正赶去现场。哎，你等等，还是我去现场吧，你得加指挥啊！哎，刘冰同志，现场在哪儿你都搞不清楚啊？我早晚不得搞清楚吗？哦，对了，你的小王我刚放走，你打电话让他回来接我。还是我去吧，现在局里是你在主持工作呀。老普啊，咱们一共4个人，
一个在外地休养，一个在医院的住院，咱们俩不要分那么清楚了。你说我刚来，没认识几个人，有事我去找谁呀？还是你在家待着，我去现场。可是李月林和你，哎呀，没事儿，我在现场的待着，我不干扰他指挥，能出什么事儿啊？我走了。那好吧，好吧。下车。你还待在车外边吧，别一发疯又开场 F1了，到时候你翻二板真成名人了。这是车费，多出来了，算是你的劳务费。莫小天不占你的便宜。干嘛你啊？怎么会是你啊？你不是走了吗？又回来干什么？哟，会说话了，看来还没迷失心窍。我回来是看看你。卸车牌干嘛呢？卸了车牌不干了？滚！啊？我叫你滚！呵，长脾气了。哎，你知道吗？要不是我给你拉手刹，要不是我给你吃速效救心丸，你还能待在这儿吗？你差点害死我，你知不知道？你拿个破相机，你照什么照？你照？你不想活，我还想活呢。你卸车牌，就是怕人家报复你，想什么呢你？别人要是报复你，你躲到哪儿，人家都能找到你。耍小聪明就想糊弄过去啊？看我干嘛？你把自己看得也忒高了吧？哎，人家为什么要杀你啊？就因为你看见了别人杀人？那隧道里几十台车，黑社会是不是要把所有人都给剁了？起来，干什么？送我回家，我白走了那么多路。再说了，我车钱还付了呢。你。老高，下车。咱们走过去，等路通肯定没戏了。啥？走过去？你还有这么远呢？我还这些东西。那怎么办？堵成这样，别说汽车了，摩托车都够呛。要去现在只能走。关键你现在具体地点在哪儿？你还没整明白呢，往哪儿走？爆料的人也只知道大致方位。放心，以我经验，现场就在前面不远了。应该是，如果还远的话，不会一动不动。把嘴闭上！你看，人小马都比你有经验，还说自己是跑过5年外采的老摄像呢啊，一点不靠谱。是就没靠过谱。人小马不让不能下车，你看着车。
实际上就咱俩人，你拿这么多东西。其他我拿，我扛3个架都行。走。小王，从这走过去有多远？那可远了，怎么也得1个多小时呢。总比在这堵着强吧？我走过去。哎，刘局，没事，我顺着大道一直走，丢不了啊。检查好了吧？检查好了。你们听着啊，人多，证据多，你们待会儿啊，再仔细的检查一遍，千万不要出纰漏啊！你安排2个人，把2辆证据车给开回去。是。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？没有。没有的话，准备收队。是。李志，好了，走。那个分局的老于这个队员，我说怎么一直没见他们的人？你说这西岸分局的人是怎么想的？这是他们地方，出浪子比咱们来的狠。我眼睛又没瞎。好冷啊，老公，把那个空调打开吧，冷得我直打哆嗦。哎呀，现在油那么贵，车又堵得这么多。哎，同志，待会儿万一没油了怎么办？我过去一下，谢谢啊。你也太抠门了吧，你这个人，不怕把我冻死？喂，哎，老刘，地点核实了吗？我要具体位置。我跟老高正往那走呢。废话，路堵得死死的。赶紧查，过来。行不行？不行，歇会儿。走你的，我没问题。我，刘斌。刘斌同志，小王刚才来电话说你走去现场了。啊，是吗？堵这么厉害？进来。哎，我走了快半个小时了，也没看到一位交警，这不行啊！我马上通知交警支队，让他们派人去现场。我估计周围这片交通肯定会受到影响，虽然路不通，但是有警察在场，老百姓心里也会踏实点。你让交警和治安的人都到大街上来，马上。哦。我知道了。你好，公安局。啊，不是，我是后勤处的陈佳琪。好的。普局，彭市长找您。哎，你稍等，彭市长来电话了。哎，你好，彭市长。谢谢，麻烦你帮我把胳膊上就行，给我吧。我帮你拿吧。不用，这是设备连接线，要是丢了，给我吧。你还跑啊？把胶皮烧了卖铜线啊？不是，那谢谢了。好吧，把东西给我吧。谢谢。咱们俩应该是一个方向。好，谢谢。我跟你说过多少天了？刘冰同志是主持工作的副局长，到现在连一间办公室都没有，像话吗？是我们后勤处工作失职。你别光嘴巴甜不办事儿，勇于承认错误，坚决不改。普局，我也有我的难处，公安局就这么多间屋子，这您是知道的。你
让我给刘局找办公室？不，我的意思是，您看，邻居住院，办公室空着，但不能动；罗局在外地休养，还用了一个大套间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这心里是不是想着去旧迎新了，是吧？不，我没这意思。我不管你什么意思，明天下班之前再弄不出一间办公室，我撤你职。是。明天下班之前一定弄好。还有，再想办法调剂出一辆车子，一定要同档次到底。我不能老做车队长，我不管你从哪儿想办法，这些事情明天一起弄好。是，一起办。仔细点儿。分局就来你一个人啊？啊？微笑看生死一线，站在了命运中间，只会让真相渐渐浮出水面。不管正邪在南边，相信天也有法眼，乌云永远遮不住晴天。心系在心间，枪林弹雨中唯不远，想起情人牵挂的脸，升起凝在眉间，责任扛在双肩，就让我把我交给黑夜，让黎明变得不再遥远。熬过冰冷的昨天，置身于是非面前，只等待春暖花开的那一天。尽管说生命有限，但爱没有临界点。铁血汉子，但柔情不变。安慰抛在脑边，爱心记在心间，枪林弹雨中唯不远，想起情人牵挂的脸。
再遥远。